30万买新加坡护照假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新加坡没有宪法护照，没有这么一说，没有买卖一说。对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随时就移新加坡了，我移民就去新加坡了。我很喜欢这种小国家，我也经常去。新加坡你可以在那儿，就是你在那儿投资1个亿，只是永居。但是呢，转护照呢，什么时候能转？现在转的概率30%多吧。就是你拿到永居以后，什么时候能转？怎么转？那没准儿，就看人家的脸。关键是新加坡现在全面清理华人，就是不管你是拿着什么加勒比岛的护照啊，拿着什么其他小国护照啊，土耳其啊，只要你是中国人，你在新加坡开的银行账户啊，在这做的生意都是严查啊，都是严查。我那好多新加坡朋友都受影响。然后呢，清理中国人，就是你不管你拿什么小国，你原来只要是中国人，就开始清理中国人。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，大的政治环境下，因为可能中国人在那干坏事的特别多，违法犯罪的特别多，所以在那儿的情况下，你就有问题啊，就留不下。30万就更是骗人的，更是骗人的。芯片最有发展的是越南，不会的啊。芯片这本身就是个国际上的工程，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做成芯片，包括美国在内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说我这个国家能搞成芯片，这话都挺开玩笑的。它本身已经是个国际化协作的东西了，对吧？你自己像日本一样，你搞的光刻胶，你什么能搞到日本那种水平啊？这个都是很恐怖的，搞到台湾的水平，搞到荷兰的水平。所以哪一个国家说我把芯片怎么做好都不行。新加坡很多华人割韭菜，对呀，就是华人的名声在海外越来越臭嘛。所以现在新加坡政府开始严查华人。对，贷款是这样的，就是房贷，正常的房贷很多贷款啊，就是分期还的啊，因为你不是房贷，不存在你还6期的事儿啊。房贷你只要还6期，那就是经过纠纷啊，肯定上不了刑案，那就是纠纷的问题。现在呢，国内有很多借着大家这个紧张，借着大家痛苦，然后呢骗钱的啊，什么我给你特别特别便宜的贷款呀，什么30万移居，什么新加坡呀，啊等等等等。啊，加入一个组织带你去撸贷啊，等等，这都小心吧。国内我觉得骗子永远是骗子比正常人做的多。英国租售比不错，极差，英国租售比极差，听得明白吗？千万不要上英国啊！英国租售比就是挺难想象的，挺难想象的。我当年租的一个房子在，很早那时候做我的工作室，在巴特西 Power Station 啊，叫 Electric Boulevard，Electric Boulevard 这个项目。啊，我自己因为住的是Chelsea 嘛，apartment 不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吗？apartment 81啊，apartment 81 Carroll Point 啊，Galliford Road 啊，Chelsea 啊，code is SW1 8BD，所以的就是很多人想知道，我一说这个东西，只要在英国的人全都知道我能住在哪儿。然后呢，因为 near Chelsea Bridge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工作室呢呃，就在这个巴特西 Power Station 啊边上的一个叫做 Electric Boulevard 啊，那边呢那么一个房子很小的两室一厅，很小两室一厅，一年的房租差不多将近8万镑，将近8万镑啊，那么一个房租。然后这么一个房租呢，就8万镑多少钱啊？就是将近80万人民币吧，将近80万人民币。然后呢，30年买那个房子的房东是一个中国人，30年回本，租30年，这个房租的价格，租30年回本，大家想想啊，对他原来他没有这个巴提 Power Station 这个区域都是九榆树，原来这整个的区域都是九榆树。国内现在租售比银行存款高了，你这个是断言，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环境都完全不一样，不可能。啊，不可能，很多的房子根本就租不出去，就是空置率特别高，空置率特别高。大家记住了啊，所谓的租售比一个很重要条件，你得看空置率啊，没有空置率是不行的啊。非伦敦其他城市是，但是租售比都放在那儿呢啊。因为我也很坦诚的说吧，我在除了伦敦以外，就是因为做公司呢，在英国是买7套以上，就8套房子可以免税啊，所以我在英国是有自己的公司的啊，这都公开能够查到的啊。这我自己的公司名下就是有8套房子，在英国的不同地区啊。当然，我这些房子都是租出去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很负责任跟大家说的，英国的房子租售比去挣钱难度都很大啊。我买的房子基本上都在学区啊，像什么曼彻斯特呀，都是在学区，
都是挨近边上，就在曼大边上啊，所以呢租都很好租，就是空置率很低，但是呢回本周期会很长，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英国的税收太贵了，全球纳税啊，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才在英国买的房子啊，就是没办法做生意嘛，都要自己的公司。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公司，没办法啊。英伟达早就不让大家买了，因为我说你不知道抄底，不知道底在哪儿啊。你做空可以，但是你做多的话，不知道底在哪儿，别着急，你得知道底在哪儿。回国看，如果习这么一个情况，我肯定是没法回去，回去我这人就消失了。英国8套房的出租，谁告诉你的？你知道什么叫 council tax 吗？啊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英国的税很贵的。啊，英国的各地方的东西很贵的，而且英国的房子经常会闹纠纷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？现在还好，有了法律，以前没有法律你都赶不走，就是人租了房子以后不交房租了，你都赶不走的。还有很多的特别不专业的地方，就是海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，不好的地方啊，都是这样子的啊。包括你做中介公司，因为你房子出了问题，当时验了房出了问题，中介公司帮助收，他们都很多时候不管。啊，然后你说那我给 council 打电话啊，在英国待着的就知道这些麻烦事儿了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英国生活的？英国不像大家想象的，就是房子保值吧，几代人留着可以啊，甭管它是999年的还是永久产权的。但是呢，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开销其实不少啊。council tax 一部分是租客负责，一部分是房东要掏钱的啊。然后在英国税很贵，你挣的每一分钱都要交税，在英国只有2万镑。每一年每一个人只有2万镑是免税金额，剩下所有的存款放在银行就要交税的啊。对，在英国的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在英国的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，好吧？东南亚国家就别去太乱的地方，缅甸、柬埔寨别去了，对吧？有些国家英语底子可以考虑啊。中期选举能安全落地，跟他没关系，中期选举主要是国会议会嘛啊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。那个什么嘛，那个他能不能控制这个选举的控制机构？国会议会的选举，中期选举不是像咱们总统选举一样，它中间有机构，它是能有办法控制的。日本经济还行，日本经济已经还行了，对吧？日本经济已经算还行了。假如看你们要不谈什么商业问题，咱们就不聊了，好吧？啊，我肯定看英超嘛，啊，你不要这足球，咱们以后再聊吧。大家都没有什么商业上的问题问我了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这个美国拿博士留校就能移民，美国拿博士留校吧，啊 ，PhD 吧，你是 PhD 吧，博士啊，所以你要是 PhD 拿到博士以后就留校，你就能移民啊。那今天就这样好吗？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花那么多时间又听我瞎逼逼。